要么滚蛋，要么跪这儿磕3个响头，承认你林家祖祖辈都是废物。永熙，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。林苍霄，你疯了！出了这门就别回来！你一个废物能在外面活几天？靠你那条破山潭，3天就饿成鱼食。来了！1988年7月15日，前世科学家等了20年的那场臭潮，一整夜，整片东海只有我知道黄金海坑在哪，所有值钱的鱼都会逃进去，挤成一团，等着被我捞。天亮以后，苏家会跪着求我回去，不是当赘婿，是当你们高攀不起的人。前世这让海图值3000万，这辈子老子用它买一个未来。林苍霄那废物，昨晚被我赶出去，1晚上没回来，8成死海上了。可惜了一条破3晌，还能卖个20-30。哟，没死？我操，这全是野生大黄鱼，野生的，每条都2斤往上，这得有多少？100条、200条，按市价收，这一仓至少3-5千。供销售大黄鱼1斤8块，这一仓4000。对了，你刚才说谁是废物？告诉苏家账房，钱我自己送过去，顺便把那条离婚协议重新抄一遍，这回谁跪着签还不一定。爸，那废物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，摸到一群过路鱼罢了。您还真信他有啥本事？闭嘴！4000块钱，你1个月能从海里捞回来？老爷子，给您尝尝鲜。你到底怎么知道那片海有鱼？看海水的颜色，闻海风的味道。我说了你也听不懂。你跟谁学的？海，他教我的。装神弄鬼！爸，别让他糊弄了。大舅哥，你说我摸到过路鱼，那你呢？你在海上漂了7、8年，怎么一回过路鱼也没摸到？苍霄，当铺估过价，值400，买条好点的船，舢板不行，出远海会翻。行，船买回来，镯子我给你赎回来，10倍。你先活着回来再说。苏家那个倒插门，我这不赊账，现结。这船底的结构，你从哪儿抄来的？自己想的。放屁！这个现行我见过，在岛国人的远洋渔船上，国内没人会画。我在废品站翻到过一本日文旧书，照着描的。加100，加班加点给你弄，成交。就你叫林苍硕。听说你捞了整船大黄鱼，赚了不少。我马老大，这码头的鱼一向归我收，新来的懂规矩吧？什么规矩？鱼归我，价我说了算，500成交，省你跑腿，懂了吗？我要是不呢？那你的船就别想出海，出一次沉一次。老马，这是在我地盘上，瘸子你少管闲事儿。船5天后造好，5天后你再来，我让你看看我这船能不能出海。对了，下次跟人说话别用手指。你等着。
马老大呢？今天不是说要来？林兄弟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海水颜色变了，你看那边，水色从深蓝变成墨绿，说明下面有藻类，有藻就有磷虾，有磷虾就有大鱼。右满多，往东南走。这时候哪来的膏蟹？8月的天，撒网，天黑前把舱装满。林兄弟，你跟谁学的捕鱼？说来话长，简单说就是我是海里长大的。过秤的事儿，德叔说了算，现款现结，概不赊账。林苍硕，是我。我姓高，县供销社主任。上回你那批大黄鱼进了省城的国营饭店，省里的领导吃了，点名还要。高主任是为这事儿来的。一半。还有一事，想借你传的图纸看看。自己画的不入专家的眼。别谦虚，我来是想跟你合作，鱼货直供供销社，价比市价高1成，考虑下。林苍笑呢？让他出来！上次的账还没算，这码头我说了算，不交钱鱼别想卖。你又算什么东西？敢掺我们码头的事儿？高不知道是您，供销社要保的人，你也敢动？都是误会，我这就走，这就走。散了，都他妈散了！小林，这事没完，往后跑远海麻烦少不了，供销社只能帮一时，立足还得靠你自己。我知道，你知道什么？马老大不算麻烦，真正的麻烦还在海那边，还没来呢。这就是你苏家那个倒插门，听说最近在海上弄得动静不小。七叔公，苍硕最近打了几船好鱼。打鱼，全靠运气，撒网都不会，出海全凭瞎蒙。这次撞上了，下次亏空的时候还不是苏家给他兜底？你说我靠运气，敢跟我出海试试沾沾运气？去就去，我还怕你？别管，我跟你出一次海，你凭实力捕到鱼，我无话可说。要是不行呢？捞不到，我把船卖了，钱全归苏家，我走人。好，我做个见证。你疯了你！走哪边？往北走。这季节北边有鱼群，打赌归打赌，我没必要听他安排。行，北边你说了算，空了我再补。这他妈换方向，往西！大舅哥，你的方向试完了，现在听我的，往那边跑。东南方向是深海，连渔船都不往那边去，你忽悠谁呢？还走不走？再拖天黑就回不去了。我早说了，那边有水花，大片的。
大舅哥，你不是说我不会撒网？这网你来。下网！跟我说实话，一次是运气，2次就不是了。你究竟怎么找准鱼群的？叔公，我能不能明天再说？为啥非得明天？明天是村里公益日子，我有件事想当着大家的面宣布。什么事不能现在说？大事，关系到我留在苏家还是离开苏家的大事。这个你拿着，明天不管你说什么，别把我忘了。各位叔伯婶子，我今天要说2件事儿。第一件，苏敬彤跟我赌的这一把，大家都看见了，凭本事找到鱼，我不用任何人给我证明运气。以后谁觉得我不行，就先出海捞1000斤带鱼。第二件，我给大家看一样东西，这是我画的海图，上面记着鱼群出没的地点、时间和规模。他标的那处，去年我就在那儿捕到大鱼，他怎么会清楚？这地方，我父亲早年曾一网捕到几千斤黄鱼，都几10年前的事了，这后生怎么画出来的？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个上门女婿，没读过多少书，话哪能当真？赘婿，那是以前。从今天起，这条村的渔业我说了算。不服的，出海比一比。这才刚开始。坐。你那张图到底从哪儿来的？自己画的。你在我苏家3年没出过1次海，前3年连烂绳都不会系，如今却懂观海会海图找鱼群，换谁都难信服。爸，您记不记得3年前我进苏家那天？那天晚上我发过高烧，烧了3天3夜，差点没救过来。退烧后，脑子里多了不少东西，看海也完全不一样了。我能看清水下情形，就像脑中多了一张海图。我不信鬼神，但你说服了全村，也说服了我。明日起，苏家船队交由你统领，5条船11人，全看你的能耐。我有一个条件。说。苏敬旭不能再上船。准。赘婿管船队，苏老爷子老糊涂了吧？听说他在海里走了狗屎运，就当自己是海龙王了。你叫什么？阿海。在海上几年了？16年。你叫什么？刘顺。
我知道你们不服，赘婿带船队，搁谁身上都别扭。今天出海咱们比试一场，各派一人比撒网捕鱼，谁输了就跳海游回码头。我来，我输了，以后谁再叫你赘婿，我阿海第一个扇他耳光。你输了，把船队官房还回去。成交。就这儿。我输了。队长，以后上刀山下油锅，你一句话。刀山油锅不用，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儿：跟我出海，我只让你们吃亏一次，就是今天这一次。上个月你带的苏家船队捞上来的鱼抵得上隔壁3个村子总和，省里领导点名表扬了咱们县的渔业产量。不过，麻烦来了，周边各县供销社都惦记着你，姓周的那人放话，非要把你挖走不可。周，王国栋，省城水产大户，船队规模庞大，在本地几乎无人能及。他要什么？他传了句话过来，他觉得你大材小用，开出条件，2条铁壳船外加1成干股，请你前去。条件呢？条件是你把那张海图带过去，图才是正主。小林，我跟你交个底，供销社护着你，只因你能让大伙吃上鱼，可我们势力有限，管不到省城那边。周国栋人脉复杂，行事不拘常理，你得多留个心眼。谢谢高主任，他的招我等着。对了，他要海图，那东西就在我脑子里，没人拿得走，除非我死。这么晚了还不回去？明日就要出海，渔网还没补好。德叔年纪大了，眼神差，这些细活我来搭把手。你会补网？看你们补了3年，看也看会了。苍少，今天供销社来的那个电话是高主任打的吧？是不是有人在找你麻烦？没有。你别骗我，我现在闭着眼都能听出你哪句话是假的。周国栋想要我的海图，我拒不答应，他大概率会另想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还不知道。来明的我不怕，来暗的，我会让他们永远不敢再打这个主意。苍卓，你变了之后，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。你问。你还是不是我嫁的那个林苍硕？有希，苍硕从前确实不成器，我欠你的一辈子还不清。但从今往后，没人能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明天出海早点回来，我给你熬鱼汤。老叔，带船往老三那边靠。谁叫林苍硕？我是周老板的人。
周老板让我来问问你，上次的条件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2条铁壳船，干股，省城户口，这一般人一辈子都挣不来。条件挺好，但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不喜欢别人替我拿主意。那就是不给面子了。让你们周老板自己来找我谈，你们几个传话的不配。好，林兄弟有骨气，我把话撂这儿，往后你去哪儿捕鱼，我们就跟到哪儿，看看是你先吃不消，还是周老板先没耐心。队长，省城永昌船队来了，铁壳船速度快，咱们拼不过，抢不过。阿海，你说他们最大的船有多大？70、80吨吧，铁壳的。太小了。3个月内，我带大伙坐上1000吨铁甲船，闯远洋。在这之前，几条小河沟里的铁壳船，就让他们先蹦跶几天。怎么，带回来好消息了？老板，那人软硬不吃，当众嫌弃咱们船小，还说了些话。还说什么？还说让小河沟里的铁壳船再蹦跶几天，说3个月内带他手下做1000吨大船。1000吨可是远洋大船，一个渔民哪能拥有？分明就是吹牛。他有没有吹牛，我不管；他的海图是真是假，我也不管。能被省领导看中的人，值得我慢慢争取。软的他不吃，那就来硬的。他平日出海走哪片海域，常去哪个渔场，家中还有什么人？他家里就他夫妻俩，母亲和妹妹上月才接来同住。他妹妹林小梅在镇上读书，每周6回村，周日返校，路上有段偏僻路段。他妹妹回家的路上，让几个生面孔去认认人，注意分寸，先吓一下就够，不要伤人，闹大了对我们没好处。只是让他知道，他护不住所有人。你们是谁？你就是林苍硕的妹妹，长得还挺水灵。别叫，没人能伤你。你哥得罪人了，带个话，安分守己，别多嘴，别相争。听懂就点头。妈的，还挺倔！把手电关掉，别找麻烦。周国栋，我苏家在这片海上讨了3代人，还没被人骑到头上拉过屎。他一个省城做水产生意的，手伸到渔村来，还动我家的人，这不是欺负你林苍硕，是打我们整个苏家的脸。小林，你来定，我们都支持。苏家向来不惹事，但也绝不好欺负。叔公，爸，这件事你们放心交给我。周国栋要什么，我知道；他怕什么，我也知道。他是做水产生意的，最怕的事只有一件：货源的命脉被捏在别人手里。我打算去省城，主动找他，不是去打架，是去告诉他，这个渔村的鱼从今天起不卖给他了。他要进货就得来求我，他想抢就拿钱来买，他不服就出海比一比。他要是再敢动我家人，我不光要找他，还要让省城水产市场都看清周国栋的做派。这小子有点意思，去吧，苏家的脸丢太久了。
胆量不小。坐。周老板，我来跟你谈一笔买卖。哦，你把我的人打进诊所，又想跟我谈买卖？你们的人动了我妹妹，那3人的医药费，你自行承担。至于生意，这是未来3个月内东海、近海几处汛的准确预测，日期、地点、鱼类、预估产量我都标清楚了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信？第一个坐标，明天下午有带鱼群，派船按此下网，捕不到鱼便烧了它，我再不进城。若是捕到，我要租你那艘最大的铁壳船，租期3个月，租金按市价结算。你要我的船干什么？周老板，你做水产10几年，最远出过多少海里？400、500海里吧，够远了。我下个月要出的那片海，离岸1300公里，那边鱼群规模远非近海可比。你这船虽是码头最大，但远不够用。我先租船试水，3月后带回船队，届时码头谁说了算，自有分晓。明天坐标要是准，船租你半年，租金减半，条件是你带回来的鱼分我1成，成交。小子，你到底是谁教出来的？海。船长，鱼干别一口气吃完，分着吃。厚衣服在底下，海上夜里凉。等我回来。等不等是你的事儿，回不回来也是你的事儿。别忘了，你说过数我的镯子10倍，镯子还了，你还欠我9倍。记着呢，9倍，回来就还。太平洋公海，1988年深秋，金枪云过境，出发，去没有龙国人到过的海。船长，往南还是往北？保持航向，再过半天到目标海域。那是什么地方？公海海底山脉上方，冷暖流相撞，催生大量饵料，金枪鱼群汇聚，这里盛产优质蓝鳍金枪鱼。蓝鳍金鱼是什么？一条鱼能卖你这条船的钱。到了。这都快半个钟头了，鱼影都没有。船长，这真有鱼吗？操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力气这么大！就是它，蓝鳍金枪鱼，上钩的是条小的，探路的，大鱼群在后面。小？你说这条是小？稳住底座！这鱼能值多少钱？这一条够买你全家1年的米。别愣着，探路的已经来了，鱼群离这里不到1海里。撒网，今晚不睡了。
别出声。嘘，沉住气。冷库还剩多少空间？七成，照这速度，天亮前能塞满。那就继续。船长，咱们这是发了，发！德叔，望远镜。灭灯，所有灯全灭，发动机熄火，谁也别出声。船长，怎么了？这片海不是我们的，有人比我们来得更早。岛国远洋渔船，岛国人怎么在这儿？这是公海，他们也不能不让咱捕鱼吧？规定是不让。这片海域他们经营多年，我们船小，对方船只吨位远超我们，他们撞我们一下，我们沉；我们撞他们，连块漆都蹭不掉。船长，现在怎么办？冷粗还有多少空间？不到1成，够了，不捞了。天亮之前离开这片海域，我们换个地方。换哪儿？往北走。那边的海更深，风浪更大，但有一种东西比金鱼更值钱，岛国人追了10年都没追上。帝王蟹，阿拉斯加海深海雪蟹，现在这个季节。他们正在产卵，找到蟹场，一网下去，比这一仓金枪鱼加起来都值钱。走。这片海我从没跑过，天太冷。船底压舱水容易结冰，遇上暴风雪，铁壳船也撑不住。德叔，你信不信我？信。那就往前走，后天天黑之前咱们就能到。就这儿，准备下蟹笼。水深320米，缆绳放足，每个笼子里绑上青鱼头，蟹闻着味儿就来了。收笼。别愣着，收拢！嗷！这趟回去，这辈子不用再出海了。不是不用出海，是以后咱们想去多远就去多远。压舱水得排了。
船长，你在写什么？写未来。未来？1992年，国家会开放远洋渔业，私人也可以组建远洋船队。那一年会有很多人涌入这个行业，但真正能跑远海的船，国产的还不够多，进口船太贵，国营船厂产能跟不上。谁能在那之前拥有自己的船队，谁就能吃下整个市场。你要组船队？不是现在，先把这一船的货卖掉，有了本钱，才有资格上牌桌。镯子还了，你还欠我9倍。看见陆地了！听说那小子从公海盗回来不得了的东西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螃蟹？哪有这么大的螃蟹？当年去大连见过，这是帝王蟹，一条腿就值几10块。小林，你这趟出海到底跑了多远？货单在德叔手上，冷藏仓5吨蓝鳍金枪鱼，甲板3吨鲜活帝王蟹，劳烦帮忙估个价。5吨金枪鱼，蓝无的，这东西国内饭店1年都见不到几条，你带回来5吨？我估不了，这事超出供销社的范围了，我马上给省里打电话。必须请水产局来人验货，你这一趟创下咱们县渔业新高。快给县里打电话，就说省里要来人了。这次的货够分量了。队长，货卸到这一步，是继续还是封藏等验收？先封藏，等省水产局来验收。这是我苏家3辈子打鱼挣到的钱加在一起还多。爸，叔公，我今天要跟你们商量一件事儿。苏海号是第一步，它证明了我们能跑远洋，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鱼，但它太小了，装不了多少货，也扛不住太大的风浪。下一步，我要一艘真正能横跨大洋的船，1000吨级远洋渔船，搭载冷冻加工设备，渔货船上处理速冻，到港即可装箱出口。这种船国内还没有，岛国有几艘，挪威有几艘，我要自己造。这得多少钱？这一趟挣的，加上省里给的支持资金，再加上供销社预付款和银行贷款，还差一些。差的部分，我想用苏家的船队和码头做抵押。抵押苏家船队？林沧州，你疯了！一旦亏损，全家都难糊口。这是我3年规划，每条船的航线、鱼肘、产量、销路尽数在册。你们尽管拿去给业内豪家把关，若计划行不通，我绝不再提船队之事。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万一船沉了，你怎么还苏家？我的命。小林同志，我在船厂干了30年，头一次给私人造洋渔船，你这一下把咱们省几个第一全拿了，你给这船起个名吧。这船叫你的名字，它跑多远，你的名字就传多远。领子都吹翻了，也不知道整一整。船叫啥我不在乎，你每次出海能平安回来就行。那不行，我说过数你的镯子，10倍，镯子早还了，9倍还没还清。这船是第一期，等船队组起来，远洋航线铺开，每一站都挂着你的名字进港。你到底要还到什么时候？还到我死了，或者我还完了。但我觉得我可能还不完，因为接下来我欠你的会越来越多。
苍硕，这船真的叫我的名字？说了叫你的名字，就叫你的名字。船长由德叔担任，轮机长是船厂资深老师傅。船图我画了大半，剩下的缘由不提也罢。我信，你说什么我都信。同志们，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右西号是省内首艘私人定制远洋渔船，更是渔机行业的里程碑。这艘船的船主是1年前还在小渔村里被人叫做赘婿的年轻人林苍硕同志。赘婿，那是以前。从今天起，这片海归我管。船长，这趟不捕鱼，咱们跑什么？勘测，我要把这3条航线全部跑一遍，实测水文数据。等船队组建之后，这些航线就是我们的固定航道，每条船按季节轮换，保证全年都有鱼捕。船长，前面有情况。那是什么船？外来货船船尾吃水异常，怕是机舱进水。这片海域无其他船只，咱们不出手，他们必沉。岛国船，跑船的人有句老话，出海不救仇家。那岛国人不关船员的事，在海上见死不救是最大的忌讳，全速前进。看萨左，看萨！谢谢。我们以为不会有人来了。你们怎么沉在公海上的？有人在公海设了暗礁的航标，错了，我们撞上了礁石。暗礁的航标？这片航线的海图是我亲手画的，我的图上没有这片暗礁。你的图是对的，那个航标是被人动了手脚，有人在公海篡改航标，诱船只触礁，在伺机截获。此地监管薄弱，这类事件今年已发生多起。谁干的？不知道，但他们的船很大，铁壳的，没有船名，没有旗帜。船出事前，我们望见远处有船潜伏，就等着我们的失事。那些岛国船员都安顿好了，船长答应回去帮我们作证，证实是你搭救了他们。他说这条命是你给的，以后有用得着他的地方，托人带句话就行。他叫什么？山田良一。他说他在大阪跑船跑了20年，头一次被龙国人救。德叔，幽灵船一事暂且保密，背后牵扯甚广，咱们船队根基尚浅，不宜硬碰。那就不管了？不是不管，待到船队成型，实力稳固，再彻底肃清海上匪患。现在跟他们硬碰，等于拿鸡蛋砸石头。这是我大阪公司地址和电话，你救了我们整船人，恩重如山。往后在岛国，我就是你的朋友。山田船长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你问，你跑了20年远洋，有没有见过一艘1000吨级深蓝船？船头有特殊汇报。你见过那条船？没有，我听说过，叫海狼号。林桑，如果你知道海狼号，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人。海狼号是公海头号幽灵船，无国籍标识，劫掠、改航标等恶行不断。这艘船马力翻倍，根本甩不掉。我船失事时，海狼号就在远处。我知道了。小林，你在报告里提到的情况，省里很重视。获救船员笔录证实，幽灵船篡改航标作案，正是上半年货轮失踪案的元凶。省里已上报，上级指令下达，所有远洋公海航行全程保持通讯，遇可疑船只即刻上报。小林，你又立功了。山田良一回国后，在业内感念你的救命之恩，对方水产企业主动洽谈合作，引进咱们的海产，这是咱们省水产行业头一回拿到外销订单。李局长，我想申请一件事儿。你说。我要在省城建渔业指挥中心，
配齐通讯、定位、海图策划专业装备。凡从本码头出海船只，一律报备航线。公海遇险请指挥中心即刻联动船只避险。这笔投入可不小，设备和人员加在一起，至少要好几十万。钱我出。右西号这趟勘测3条航线，实测数据已经验证了我之前预测的鱼汛坐标，船队按此航线作业，渔获量翻5倍有余，投入1年即可回本。好，省里批了。指挥中心的牌子挂省水产局的，设备、人员、场地你自己解决，技术标准省测绘局协助你制定。小林，老实讲，你筹建指挥中心，目的只是防备幽灵船吗？高主任，幽灵船必须铲除，只是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。指挥中心短期目标：实时监控所有出海船只，搭建信息数据库，积累完数据，预判鱼群迁徙，1年收成顶别加3年。别人跑船靠经验，你跑靠科学。经验我掌握的东西，领先时代30年。各船回报。右西号在北太平洋追金枪鱼群，冷库已装满6成。苏海号在南太平洋，帝王蟹笼投放完毕，预计3天后收笼。向阳号隶属周国栋，冷藏系统刚完工，明日直航南极林渔场。林老弟，这片海南极洲往下罗斯海那边，你有没有研究过？我听跑远洋的人说，那里的磷鱼多得能把海染红，但没几个人敢去，风浪太大，随时撞冰山。明年这时候，右西号从北太平洋回来，我带船队去南极。你真要去？南极磷虾是全球储量最大的单一渔业资源，够全世界吃50年都吃不完。两国虽有打捞技术，却缺我的海图、冰山、海底地形、作业窗口期，唯有我一清二楚。这些数据全在这里。南极船队算我一个，我出永安渔业3条铁壳船，换航线2成股份。成交。船长，那幽灵船的事儿呢？咱们不管了？不是不管，我们现在力量有限，可航线越完善，对方就越无处藏身。等我们把公海上的船全都串联起来，幽灵船就成了瓮里的鳖。对了，海狼号的资料我已经让人去查了，查到的源头不在公海，在岛国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姓周的跑了半辈子近海，捞的都是人家林老弟吃剩下的。从今天起，我跟林老弟混远洋，混到南极去，冰山上站企鹅，我捞虾。南极航线，我给你配了最好的船长和轮接手，水文数据、航线图、避冰方案全在驾驶舱的保险柜里。记住一件事，林渔场的最南端有一条冰川裂缝带，千万不能靠近，那里的冰山随时会崩，崩下来的碎冰能砸成一条驱逐舰。放心，你的海图我背得比你的手下还熟。林老弟，我闯荡半生，各色人等都接触过，唯独对你心服口服。等你从南极回来再说这话。等你归来喝喜酒，你俩还没办酒席。等向阳号首航归来，我码头摆桌，请全县人热闹一番。嫂子，我哥家底早就够挥霍几辈子，真搞不懂他为何还这般拼命。他不是在挣钱，那他在干什么？他在还他欠这片海的，也还他欠我的。不对，这片海以前从来没少过鱼，今年怎么空了？不是空了，是鱼群改了回游路线。改了？鱼还会改路线？海温异常了。赤道暖流偏弱，冷水团路径西缩，带鱼跟着往东挪了80海里。不止局部受影响，今冬东海、近海各大渔场产量势必锐减。这可咋办？渔民全靠冬捕过冬，减产可就断了生机。何止挨饿，鱼少价涨，商贩囤货，市场必乱。渔业指挥中心，我是林苍硕，通知所有船只，东海鱼群东移，原坐标作废。启用 B 方案，同时通知供销社，建议启动储备鱼投放，平抑价格。收到 ，B 方案已下发。高主任来电，储备鱼正在调配，仅够支撑10天。10天够了，10天内我从远洋渔场调货回来补缺口。
把这里的事交给德叔，你跟我回省城。回省城干什么？开动运会。今年冬天近海没鱼，我们就去远洋。船不够就去借、去租、去买。全省沿海几万渔民，不能因为一个暖冬就砸了饭碗。今年的暖冬已经板上钉钉了，东海、近海渔场的水温比往年同期高出1度半，鱼群不来了。大伙儿都是业内人，明白现状。全省数10万渔民今年冬无收成，开春就要度日艰难。这些鱼塘，今年冬天别指望了。但我这里有备用方案。太平洋、公海这边没问题，各类鱼群路线已定，暖冬不会造成影响。你还需要多少船？20条以上，吨位不限，能跑远海就行。旧船翻新，货船改装，租赁均可。1月内集结省城码头，统一改造、调度、出海。我厂有2艘新下水货轮，排水量800吨，原定船东临时弃单，只要审批通过，2艘船当月就能改造成渔船投入使用。租船费用供销社先行垫付，渔货返航后再结算。这么多船驶往公海，若发生意外，责任谁来担？不出海，渔民没生计，鱼价走高，大家也吃不起。你不用出海涉险，可让大伙有活路就是你的责任。我清楚出海有险，可不出海后果更重，民生和市场出问题，谁来负责？都别争了，我决定全省动员开展远洋捕捞，所有风险由我承担。小林，这些备用渔场坐标从何而来？省里顶尖专家都算不出这般精准数据。我结合3年海图推演，再加雍西号实地勘测，也掺杂了一些经验判断。好，我不多问，个人自有缘由，我只看最终结果，能调配的资源都交给你，千万保住大家的饭碗。你在想什么？在想，万一出点差错，这些人会怎么看我？怎么看你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相信你。原先不懂你为何全力以赴，得知你是在还债，我便豁然开朗。想通什么？你不是在还这片海的债，你一心想着还债，但我从来没觉得你亏欠我分毫。欠了就是欠了，前世算了，这辈子我慢慢还。船队出发之前，我把补好的网送到每条船上去，记得回来。1号船准备完毕，2号船就位。记住，我们不是去冒险，我们是去把饭碗端回来。30天后，所有船、所有人全部回家过年，这是命令。九遍。船队已出海，预计30天后返港。海狼号收到。船长，喝口热水。你都盯了3天了，铁打的也扛不住。德叔，调整报备频率，船只坐标每小时报1回。但凡有船迟报超10分钟，即刻派临近2船巡查。我担心有人在等我们散开。
所有船注意，立刻切换备用频率。重复，立刻切换备用频率，按预定方案执行，不要乱。东海号收到，坐标31度45分，123.25亿。向阳号，向阳号，优西号呼叫，听到请回答。阿海，掉头，往向阳号的方向全速。衡阳对出来，快快！人没事儿，电台线路板被专业人员拆走，并非自然损坏。拆电台的人心思歹毒，公海失联，隐患远大于正面发难。谁干的？昨晚船尾有动静，查无所获，想来问题就是那时发生的。看清人了吗？没有，天黑，海上有雾。即刻起各船夜间加派值守，轮机舱、驾驶舱、电台室每班不少于2人。发现不明船只靠近，不论悬挂何种旗帜，第一时间拉响警报。全体注意，从现在起进入2级戒备状态。这不是演习。船长，是不是他们？海狼号，他们来了。船队已散，旗舰北纬3142，按3号计划收网及行动。船长，他们在说什么？他们在等我们收网。收网时船慢，间距大，难以护援。对方不是截获，目标是船只。全体注意，即刻收网，舍弃渔获。收网后，2名组队严禁单独行驶，往旗舰以北30海里汇合。马上收网弃获，全员遵令。船长，现在收网，鱼群刚入网，少说也有几10吨。不收网，命都没了。有人打算趁收网发难，对方船数方位暂不明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们等这一天很久了。找到了，德叔，左满舵，航向135，把探照灯全打开。船长，你要直接迎上去？不是迎上去，就让他们知道，我们已察觉，暗处之人最怕暴露在光亮之下。海狼号，船长，他们加速了！稳住航向。阿海，两侧戒备，砍断钩绳。德叔，待命。800米，500米，500米，300米，右满舵，全速！他们为什么跑了？
不是跑了，是试探。他们摸清了我们的反应速度、我们的马力、我们船的转弯半径，下次再来，就不会是这样擦肩而过了。全体注意，从现在起戒备等级升至最高，所有船只严禁单独航行，夜间全部熄灯航行。天亮后全队齐舰靠拢，重新编队。谁掉队，谁就是他们的目标。船长，那个戴墨镜的，你认识？不认识，但我见过他的照片。前世很久以前，在一份内部通报里，海狼号的头姓陈，龙国人。昨晚的事儿大家心里都有数了。海狼号，公海上最大的幽灵船，专门趁远洋渔船作业时动手，抢货、拆设备、逼停引擎。运气好只丢货，运气不好连人带船一起消失。我们运气好，昨晚他们只是来探路的，下一次运气还好不好看我们自己。林总，为什么不叫海军？这种事儿国家不管吗？国家管，但不是每条船都能随时叫来军舰。在军舰来之前，我们得靠自己。海狼号昨夜自东南驶来，驶向西侧暗礁区。这片海域海图无标注，地形我熟。老巢应在暗礁区，航道窄，大船难进，只容熟路船只通行。你要进去？不，进去正中他们下怀。我们要做的是堵。这片暗礁区只有3个出口，我们23条船分3组，轮流监视这3个出口，不进去，不接战，就盯着。如果他们强行冲呢？就让他们见识下23条船的渔网足以缠住1000吨铁壳船的螺旋桨。小林上次发电是什么时候？昨日凌晨4点起执行无线电静默，下次联络今晚8点。无线电静默，他在搞什么名堂？高叔，他们是不是遇到麻烦了？尤西，小林他不用哄我。出海前他叮嘱我记得回来，这话一出，便是要去闯险关。他答应过我的，他还没还完。有动静。船长，打不打？别急，等他们驶出暗礁区再行动。礁内地形受制，出了礁区，他们无处可藏。就是现在，北组封住退路，南组跟我上。渔网准备，不是捕鱼，是缠螺旋桨。海狼号在哪儿？你以为你赢了？我问你，海狼号在哪儿？海狼号根本不在郊区，只困住了我们3艘货船。他早就从别处突围了。你们守错了出口，这片暗礁还有一处水下通道，涨潮通行，退潮封闭。海狼号第3天就从这儿离开了。通知所有船立即往省城方向全速返航。船长，这3条船呢？留给后面来的海警，我们回去。调度潮湿，注意，海即刻管控港口，所有船只不准出港。小林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暗礁区，最快航速回去至少还要4天。
苏同志，你先回去，这儿有我们。他会回来的。谁？我男人。他说过的事一定会做到。他再往回赶4天，我们只要撑4天，或者4天之内，别让他回来以后发现码头没了。有船？哪有？雾这么大，你咋看？码头上的人听着，我不上岸，只等林苍七，限时1小时，等不到就当他拒收这份心意。调度市里安插的人手，我与林苍七都一清二楚。你们船队的方位、船数、行踪，我一清二楚。你等不到他的，他回来的时候是你走的时候。你是林太太，早就听说她有一个了不得的媳妇儿。算了，不等了，转告他，海狼号向来不许此行，人没见到，航线图已得手，你们队逃不掉。苍硕，海狼号刚离港，航线图被取走，内部有人泄密，速回话。彻查调度。通知港口派出所指挥中心所有人员今晚不许离开，技术科、值班室、档案室一个一个查。船长，省城这边苏厂长和高主任已经着手调查了，您先歇歇。德叔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他明明有实力却没行动，露面就走，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或许他只是想找个对手。海上待久了，人心会变，他们不图财物，就想在较量中取胜。他要的不是对手，他只想寻一人，与自己感同身受。右西号呼叫指挥中心，内鬼排查进展如何？内鬼是调度师老孙，昨日逃跑被截住，家中查出通讯设备和图纸，他收了好处，出卖了船队。先把他扣下，等我回来，我亲自跟他谈。小林，你不能乱来！我不会乱来，我只是想问他几个问题，比如那位姓陈的，我从前只见过他照片，如今也该见见真人了。小林，多亏你提前预警，我们才稳住了局面。人抓住了，人抓到了，就是技术科老孙，已经坦白，对方给他好处与通讯工具、船队航线位置全被他泄露了。幸好你提早回航，船队才躲过了对方的步步针对。衣服破了，回头你给补。脏了，回头洗。第9遍，你回来了。还有9倍没还完，不敢不回来。林苍霄同志，李局长请你上来，省里连夜开了会，有重要决定要跟你商量。去吧。等我干什么？等你回来还债。省水产局批准林苍系组建远洋渔业联合船队，将全省沿海各县的远洋船只全部会整合，统一调度、统一航线、统一销售。指挥中心升级为省级渔业安全与生产调度中心，林苍系任总指挥。林同志，你不是海军，但你在公海上守住了龙国人的尊严。饭在锅里，鱼汤热了3遍。走。今天我不念稿子。海狼号仍在活动，他掌握了我们的航线、位置与出行规律。我们一旦出海，对方必会找上门。我不会因此停航，大家也一样。我们靠海为生，大海既养了我们，也带来了对手，心生畏惧，便没法立足。林总，我们全听您安排。即日以大家抱团前行，统一调度，守望互助。船只遇险，临近船只必须驰援，立下这条规矩。同意的，把船旗升起来。我代表省里宣布，远洋渔业联合船队正式成立，由林苍硕担任总指挥。
给你的。有希，这面旗挂在右希号上，以后它就是船队的旗舰旗。名字不够好。够了，够我用一辈子。回敌，联合船队全员参与，申请临时协同处置权限。船长，执法权不归我们，咱们只是渔船。对方船只经过改装，带有器械，速度比公务船还要快。公务船追不上它，但我们船队遍布海面，能织成严密防线。各船注意，即刻起全队进入戒备状态，绝非演练。重复，这不是演练。船长，海警的船要10个小时后才能到，他们躲在岛礁后面，此刻冲出，我们难以抵挡。他会出来的。为什么？他们想借涨潮离开，岛礁航道退潮水位浅，对方船只吃水深，一旦驶出就会搁浅。傍晚就是满潮，他们一定会趁此时离开。我们守住航道出口，把对方逼回浅滩，等到退潮即可。所有人听令，南北两组分左右包抄，布设渔网，封住航道。陈船长，你跑不了了。林苍笑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你赢了，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问，你为什么能在公海上跑这么远还活着？因为我身后有人。身后有人，我这辈子身后只有沉船的影子。小林，海狼号落网，你是首功，省里已经上报了，你要什么奖励尽管提。李局长，我不要奖励，我要一片海。什么海？公海上那片暗礁区，海狼号的老巢，那里地形复杂，不适合捕鱼，但适合做一件事：于暗礁区建海上监测站，配齐电台、雷达、卫星定位，可接收过往船只求救信号。海狼号昔年遭撞沉，无人救援，沦为幽灵船，此地不建站，后患不绝。这是你早就想好的？想了很久，从前世很早以前就开始想了。我回去就向上级汇报。建成之后，这座监测站叫什么名字？用西站。欠你的9倍，现在还了多少？我不要了。为什么？你偿还的早已不是我，而是海上众人。这份恩情早已数倍相抵，我不再计较，就此作罢。你说过，我得还到你死，或者还的你还不完。那你准备还到什么时候？还到你不数为止。苍霄，以后每次出海把这镯子带上，回来的时候再还给我。你要是不回来，我就把它扔进海里，让海替你还。这边稳着点儿。终于建成了。右西站第一次安全宣报：过往船只请保持高频通讯，发现异常海况立即报告。
以后还要跑多远？南海还有渔场没跑过，印度洋的游渔场明年也该测一次。南极林渔场可以扩散到3条船。我问的不是船。我知道你问的不是船。那你的回答呢？我的回答是：跑多远都回来。林总，新一批联合船队已经在外海集结，等悠悠西站确认航线。让他们保持高频通讯，海在那里，我们就去。